但是它有消费权，它却没有可以和别人交换的东西了。现在从资源到人口到技术，甚至到农业，它都不占优势了。曾经我们在大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一个地区或一个经济体它只有消费权，却没有其他的实力以及资源作为支撑的时候，同样会面临着2个问题：第一个被抢，第二个被稀释。而我们由于很文明，我们选择了后者，而没有像他们当年一样。所以现在欧洲手里面它所有的这个钱其实是一种消费权利。那现在欧洲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它的币值会下降，会随着美元的放水而贬值。另一方面，我们的资产价格在修复，它要必须买的东西变贵了，而它的这个钱又不值钱了，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剪刀差。那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市场还是一个好的标的市场吗？这是其一。其二，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第3季度 Hong Kong 的市场的这个 IPO 是全球第1，是2、3、4名的总和。这就充分说明了什么？现在确实是钱在过多，这不单纯是说我们的这个标的好，还说明这个钱太多了，或者说相对于实物资产它是泛滥的，它到处在涌，任何一点吸引它的标的都会迅速的扩大。其二就是能够容纳这些海量的流动性的标的非常少，而我们现在几乎是全球唯一的具有着很强的增值和保值空间的市场，这是我们努力营造出来的。他们制造环 A 的市场的时候，只有我们一个是坑。好，现在所有的地方其实都在被通胀挤爆，都在面临着只有购买力，没有资源支撑，没有产品，在被我们的产能拉爆的局面。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循环。以前的循环是钱向西流，购买力跑到边去，东边就负责不断的生产，作为整个世界的生产引擎。只要它货币超发率在生产的增长率之下，它超发也没问题。那实际上其实就是在用货币提取你的劳动。那现在我们不许它来提取劳动，好，超发的货币没处去了，就会形成现在这个局面。所以大家跟着西方一起说，我们将进入萧条期，全球的经济即将萎缩，多少就有一点没有必要，明白吗？在换桌子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曾经在这个经济链条上的群体受到损害，比如什么以前在外企的，在做出口外贸的，它不产生效能，但它加速了我们的劳动向西流动这件事儿，它就得到了褒奖。所以在这条链条上的人肯定不好过。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阻断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拒绝再被货币提取劳动。那么如果我们要是可以拒绝货币提取劳动，我们的劳动就都是自己的了。总体上来说，只要这件事完成了，大家日子是一定会好的。你这桌上的饭以前都要端到隔壁去给他做西餐，好，现在我们这桌饭就留在自己桌上，想做满汉全席就做满汉全席，那还不是自家人吃。所以这也说明了另一件事，我要提示大家的，漫灌的流动性在全球到处找好的标的，它不进 A 而进 Hong Kong， 是因为进不来，而各位其实是在一个充满保护，有各种安全机制的一个营养特别丰沛的池子里。即便去 Hong Kong 的这些资产，它也是锚定在国内的，对吧？不管票在哪儿发，东西产能是不是在国内？所以各位不要关着看着外面热闹就跑出去，尤其是 A 都没玩明白的，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在自己家桌子上就可以吃好饭，没有必要风餐露宿的非得去抢别人那一桌，它只是抢的热闹。你如果从长期来看，所有的波动最后都会回归到价值，因为我们必须要求它回归价值，我们的整个的金融操作都必须服务于实体，这个大家知道的。所以其实最后无论是 Hong Kong 还是 A， 它最后的价值回归之后收益是相当的，甚至我们这里更安全。我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事儿。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女版巴菲特啊，就是木头姐，最近也是毫不犹豫的在压住我们家的科技产业，以及现在的在美国市场里锚定我们资产的 ETF 连续8周在上涨，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信号。但是大家就不要急着跑出去看外边热闹就出去，这个是不合理的。大家坐在自己屋子里，又安全又卫生，能理解吧？千万别自己家里没玩明白就觉得外边这个游乐场好，注意点安全。今天再聊一下，人民日报连着发了7篇中财文中央财经委的总结性的，带有着强烈的宣导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文章。不要小看这类文章，尤其是发在了10月的2个重要会议之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这个其实是很罕见的，连发7篇，这个放在古代就要搞变法之前的一个对民生的这样的一个宣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
这几篇文章我都仔细的读了一下，但是在这里可能不方便说特别细，我们内部的时候好好的进行一下分享。在这里面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几个结论。第一，我们现在对于外界的质疑开始主动的设置议题，主动出击，主动掌握话语权和信息权。我一再的强调，金融交易的是信息，预期是对于信息的预期，所以我们这部分其实是要掌握交易信息的主导权，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之前是谁在掌握全球交易信息的主导权？华尔街以及华尔街拱卫的美联储。美联储就是负责替华尔街来给全世界提供要交易的预期的信息的。这个信息是完全被他垄断的，他说这家好，这家就好，不管它好不好，大家一旦开始交易这个预期了，它不好都得好，对不对？那接下来其实我们第一篇最主要的提到的就叫做从防御到主动叙事。这个不是文广口出的，是中财文。那中财文提到的什么叫做主动叙事呢？第二个，他在强调从硬指标到软实力，说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率等传统指标以及传统数据，更要注重阐释中国经济的确定性、韧性和创新活力。这个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第一，对，经济数据是有其价值的，但是大家要明白，不管是 CPI、PPI 这些数据本身它是有一个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的。这个就像说人的身体去做生化的指标，你不能只看一个白血球或红血球或者血小板就判断这个人得了什么病，你只能通过指标再结合他的体感甚至影像学的资料，结合多个的信息共同才能解释当前的经济现象在怎么样。而我们现在更习惯用的所有的数据，简单的认为一个数据就决定了接下来的是往这儿还是往这儿。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可能接下来未必如此。一方面是对于官方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口径，第二方面其实我也是在这次出行的时候也跟一些业内的大佬沟通了一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判断，出去玩的人什么阶层都有了。以前我们经常出去的时候，身边都是标准中产，甚至条件更好一点的，而现在出去其实阶层在丰富，不管是底层的还是上层的都出去。经济基本面如果只围绕着数据看，资本市场不就好操作了吗？那如果数据如此清晰地反映了一个事件，你不是更应该判断准吗？那为什么判断不准？其实就说明现在这个数据并不真实的来解释中国，也不能真实的解释我们现在的发展情况、发展规模以及现有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现有的这个数据是不足以充分的解释的，它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解决和关注，但它不代表全部。而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当下的这个数据它怎么样，而要看到我们的天花板有多高。因为这个数据它不断提示的就是不支持，到顶了，一有波动大家就会觉得已经到顶了，这就是多次决定大家玩飞了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按照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愿意称之为之前也提到过，叫做工业品的涓滴经济学。大家看，去到这种村落里，只有县道、乡道的这种村子里，它这里的工业品基本上跟我在深圳见到的并没有不同，都是美的的电风扇、小米的电视，带有着很好的这种涡轮的系统的这种吹风机。这些工业品是能够流入到非常边缘闭塞的这个地方。芝加哥学派涓滴经济学它是这么说的：钱先给富人，通过投资、通过消费、通过向各个领域流出，使这些钱能滴灌到不同的层级和不同的人中去。但是其实大家现在都明白，那你一旦进入金融业，进入虚拟的金融，它就不流动了，它就会聚集在你的虚拟账户里，就增值就可以了。事实上这也就是现在美国的经济学根本就没有发挥作用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流动，它就维持在这些富人的手里，而且富人越来越富，并且资本是有越聚集越强的效应的，它会虹吸更穷人的资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消费能力就越来越差。而如果是工业品实现了涓滴，就是工业品它可以带着上面的劳动进行每一个点的流动，并且流动到乡下，它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无论是交通还是贸易还是信息它是通畅的；第二，说明它的价格是合理的，是可以被消费的，是符合现在的大家的财产情况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流动性，流动性只有伴随着商品的交换，它才能产生流动。商品卖出去了，这个钱被厂家收回去了之后，扩大再生产之后，工人就有钱了，工人的钱再进入消费，消费这东西又卖出去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进入虚拟的货币或者是进入金融市场是实现不了这个流动性的，尤其是过度泡沫的市场就更不存在流动性了。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这种工业品可以被各种各样的毛细地点的这些市场所消费，恰恰说明我们的这个循环系统很健康，而且这套循环
还是在美国大力的吸干了我们的流动性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接下来联储的10月的降息预期已经飙到了100%，如果连降2次，那就可以正式表明它进入了降息周期，美元势必走弱。在欧洲没有办法承接，甚至它都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消费能力的情况下，在美股的我国资产的 ETF 和香港的 IPO 都非常红火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下，以及在我们现在不断的在技术上取得突破，而且整个市场在很干燥的这种流动性下依然保持了弹性的这样的基本面来看，是不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论？我还要给大家举2个有意思的例子。第一个，我昨天看了个新闻，说小鹏一个架构工程师这个岗位应届毕业生开出的薪酬是160个 W， 这个实在是把我惊到了。我之前的工作单位是全国应届毕业生收入最高的，我还记得当时一个硕士刚毕业给出的薪酬是50个，当时就已经是被传为美谈了。现在这一类的工程师基本上都是100以上，如果特别对口的专业，就像刚才小鹏的那个160。这里就说了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整个社会向人力资源市场投放的总量的增长和我们的生产增速持平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今年 GDP 是 5%， 那么我们假设投入到人力资源这个部分，这部分也增加 5%， 但是一个应届生他就比我曾经最高的那个点增加了 100%，那么这一个 100% 就吸干了无数个 5% 的增长空间。其实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件事，复苏的 K 型曲线的问题。有的人在剧烈的增长的坡度非常的陡，实际上就会吸干原本的一部分人本来还可以随着经济增长有一定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那什么人被吸干了？大家想过吗？我之前也提过，有人在车座子上，有的人在车刹车片上。什么人在刹车片上？我们现在正在抛弃的就是具有垄断性的中介。什么是中介？它在整个的生产经济循环里面，它不产生效率，它也不产生增长，它对整个的经济链条它没有什么作用。它原本是加速了一定的信息的流动，但是它过度的提取了整个生产里面的利润，导致干活的人没拿多少，中介的这个人拿了很多。当年建房子的和买房子的都得给中介钱，这中介不创造价值的。那么现在谁不创造价值的？银行和券商。所以大家就看见了限薪裁员，之前他们的薪酬都非常高，他这部分的薪水让出来了，他这部分的管理费让出来了，这部分我们统称为中介部分的收入让出来了，给到的是谁？给到的是我说的要么这种架构工程师，要么进入到大家的手里。所以我们现在要承认蛋糕在做大，而很多人出来跳说我没吃的蛋糕越来越小了，大概率就是你在刹车片上，你的这个环节不创造价值。但是基本原理是蛋糕没有变小，有的人的生态位被挤占了，没必要存在了。